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我为大家带来的是黑鲨2的全面测评。这台是黑鲨2的正式第2代产品，但是这台手机一经发布，机圈掀起了一阵风波啊，感觉有点小地震的意思，那就是黑鲨2带来了DC 调光。这期视频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时长啊，感觉和 S10 Plus 基本差不多了。除了传统的测评各个项目之外，本期我们会专门开出一个专题，跟大家聊一聊 DC 调光和 PWM 调光，跟大家详细解读一番。不客观真体验，黑鲨2咱们好好聊一聊。开始之前还是多说一句，我们小白测评频道今年的新年任务就是50万订阅粉丝，没关注的小伙伴记得关注一发，关注的看官老爷们记得3连一下，我要的不多，1万个硬币怎么样？黑鲨作为一款专门的游戏手机，自然最重要的就是 RGB 啊，不是，是性能。所以骁龙855的 SOC 自然是没啥悬念了。娱乐兔跑分36万左右，和别家855跑分基本持平。为什么没达到40万分的成绩呢？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超频。这一次黑鲨悄摸的在新版固件中加入了 GPU 超频模式，支持将 Adreno 640超频至810兆赫兹，相比于默认的585兆赫兹的频率，可以说提升巨大。开启之后，安兔兔跑分首次达到了40万分，3D Mark OpenGL ES 3.1 和 Welcome 模式下的跑分也均超过5000大关，坐稳目前机圈第1的宝座。不过，毕竟 CPU 没有积雪超频功能 ，Geekbench 的表现和 iQOO 基本战平，855普遍水准。小白测评20回应了2轮打开时间，黑鲨历代手机都表现平平，并不出错，黑鲨2也不例外，以1秒的优势领先 S10 Plus， 位列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第16名。不过在测试环节之中，还是会出现卡顿和杀死后台的问题，所以综合体验相对于 S10 Plus 或其他855机型差距颇大。当然，游戏手机游戏表现自然最为重要，刺激战场破解最高画质自然毫无压力，感觉后期已经没有测试刺激战场的必要了。855实在是鸡毛做剑子闹着玩了。那么手机画质的杀手方舟的表现能否一骑绝尘？未开启 GPU 超频的情况下，倒没有。平均21帧的表现只能说普普通通。开启 GPU 超频之后，表现稍有进步，平均24帧左右，帧率波动还是挺稳的。但是和 iQOO 成绩相比，还有一些差距。不过在发热方面，黑鲨45度左右的表现和 S10 Plus 表现一致，好于 iQOO 的49度，实际游戏体验上要舒服不少。毕竟 S10 Plus 的方舟只有10几帧，而黑鲨2却有20多帧。这个表现除了855本身出色的发热之外，自然也离不开黑鲨2的散热结构设计。也就是官方宣称的塔式全域液冷散热，听着非常高大上啊，翻译一下就是叠加的散热结构，分别是负责 SOC 的散热板、充电 IC 的散热铜管，以及位于主板和屏幕之间，负责将之前2者的热量传导到中框的铜板。而在铜板的另一面还加入了石墨散热贴进行辅助，这个可以用堆料来形容了。毕竟屏幕下方的整个金属结构可以说就是为了散热所服务的。相比于之前的一代以及 Halo 只是覆盖主板的热管设计，更大的面积带来了更快的导热效率，减少热量堆积的问题。再加上全金属机身的帮助，就相当于2层的散热结构把主板包在了中间，散热水平如此优秀，也在情理之中了。或许这也是黑鲨2敢对 GPU 超频的原因之一。综合来看，黑鲨2在游戏方面比普通旗舰确实要出色不少，但是对阵 iQOO 却表现不佳，整体进步空间还很大。目前的软件版本下还并没有充分发挥出855的全部性能，希望后期继续优化。不过在散热方面要着重说一句，确实非常有诚意。当然，强大的硬件只是作为游戏手机的标配之一，那么操控也非常重要。如何增强游戏体验，也是游戏手机必要的思考和作为游戏手机的重要体现。例如 iQOO 红魔的边框电容按键、LG 的压感侧键，都是为了增强手机的游戏操控体验。那啥背屏触控咱们就不提了。而这次的黑鲨2依旧没有跟随潮流加入边框按键，而是带来了全新的 Magic Prince 压感触控，通过屏幕压感让单指就能实现双指操作的功能。虽然不是安卓首发，但不夸张的说，或许这是第一次让安卓阵营的屏幕压感用了存在的价值。应用到游戏上也并非黑鲨首创。iPhone 上的刺激战场很久之前就支持了 3D Touch 功能，通过重按实现开枪，但也仅限于开枪，并不能做任何修改。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实现 3D Touch 的操控需要游戏本身去适配这个功能，这无形中增加了游戏的开发麻烦。所以到目前为止，主流游戏支持 3D Touch 操控的可以说非常稀有。量级这么大的刺激战场，目前也仅支持右半屏的压感开枪。黑鲨2的 Magic Prince 压感触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通过系统层级的按键映射实现游戏中的功能，这就赋予了玩家极大的自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设定左右半屏重按，实现不同的功能。从自由度来说，这已经是吊打 iPhone 的3D
3D Touch 了，当然只是在游戏方面啊，在实际的游戏体验中，能否打败 iPhone 才是重点。毕竟不好用的功能再自由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在为期1周的体验之中，我们尝试不同的组合、压感和按键映射，对比 iPhone 和 iQOO， 反复进行刺激战场的游戏测试。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打上黄金了。从实际的体验来看，黑鲨2的压感触控确实要比 iPhone 的 3D Touch 更为出色。毕竟 3D Touch 的功能它有，3D Touch 没有的它也有。以狗蛋为例，它经过体验之后的习惯是关闭压感反馈7级压力，通过左半屏重按跳跃，右半屏重按开枪，无论是海岛地图抢衣服还是近距离的遭遇战都可以快速反应，以及边跑边打边瞄准，相比于普通手机的瞄准开枪得站桩相比确实更加灵活。那么问题来了，黑鲨2的压感触控和边框按键相比又谁胜谁负呢？仔细体验了之后，其实可以说不分胜负。首先设置的自由度上自然不相上下，那么区别就在于操控。压感触控虽然看起来更符合操作直觉，但是其实和日常使用的点按操作是有所不同的，需要习惯进行重按的操作，不属于相同的操作逻辑，所以在学习成本上其实要稍高于边框触控。没有接触过的用户想要熟练和习惯使用，在刚开始必然要经历一段老是误触或跟不上反应的过程，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比如一般的玩家在激战的时候，由于激动心情波动等反应加重自己的触控力度，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造成误触，以及想不起该按啥了。再加上重按屏幕的时候，手指移动的阻力自然要稍大，如果你在玩狙需要精确操控的时候也稍有影响。当然你可能说习惯了这种操控之后呢，激战之中的误触依然无法完全避免，但是起码不会忘记重按操作和对应的内容。游戏体验上确实有很大的提升啊，毕竟不站桩死得慢嘛。边框触控由于是独立的按键操作，调用了原本不参与操作的食指，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也会发生误触，但是学习成本没有那么高，打几把就可以快速适应。但是它需要有一个触控的移动过程，手指有一个较大的位移，并不能一直放在按键上，所以在操控的及时性上，边框触控照压力触控要稍逊一筹。尤其是刺激战场这种拼反应的时候，慢就是死啊。在实际的帮助上和压力触控也一样，也解决了开枪得站桩的问题。综合来看，边框按键的上手友好程度其实要好于黑鲨2的压力触控，因为从操作逻辑上来讲要更加简单，学习成本也要更低，但是在开枪及时性上，压力触控要更胜一筹。说完了这两个，但是如果你买了一套吃鸡神器的话，就可以在黑鲨2上实现多重操作了。边框按键的手机可是没办法通过外部增加 3D Touch 的，对不对？骚啊，这个操作确实骚。之前聊了这么多屏幕，黑鲨2的续航到底怎么样？首当其冲，游戏手机还是手机，满足日常使用还是很重要的。3小时的续航测试下，作为4000毫安时的黑鲨2剩余电量53%，稍弱于联想 ZOP GT 的表现，排名中下。和同样4000毫安时的 iQOO 剩余68%相比，确实还有差距。而4小时的续航测试下，差距进一步拉大，只剩余27%的电量，成为了我们目前855手机之中续航最差的一个。这个成绩在日常使用中都有些捉襟见肘。我们对比了每个环节的电量之后，发现黑鲨2在每个环节的耗电都要比其他855手机更高。整体而言，黑鲨在功耗优化方面依然还有些不足，希望后续的升级之中有所改进。充电方面，黑鲨2配备了和小米9一样的27瓦快充，实测功率最高24瓦左右，半小时充电50%，0到174分钟，比小米9慢了12分钟。但是考虑小米9只有3300毫安时的电池，综合来看，黑鲨2的充电其实要比小米9更加效率。只要不和那几位40-50瓦的变态相比，这个充电速度还是非常旗舰的。聊了这么半天了，也该到相机环节了。我倒是想问问，谁喊的游戏手机拍啥照片能扫二维码就行了？你们看，黑鲨2明显是顺应了感召嘛，没有上3摄，还是4800万的主摄以及1200万的长焦副摄，拍二维码肯定没问题，对吧？那么这对专业二维码摄像头表现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首先，白天内容当中，黑鲨2的整体表现和Halo表现非常相近，但是饱和度要稍低，整体的曝光要低于Halo，对于暗处的细节保留不够出色。同时，黑鲨2蓝天的处理上有明显的发紫问题，我们咨询了黑鲨的工程师，表示后续在升级中会修复这一问题。对于紫边的控制，黑鲨2要少于Halo，但依旧由于整体曝光较低，观感不如Halo和小米9但是也有例外的，比如说这组逆光的花朵上，黑鲨2的整体观感要明显好于另外3者。iQOO 在这里根本对不上焦，无论怎么点都没用。小米9虽然也对焦失败，不过手动还是可以对上。当然，之前一组的黑鲨2确实是发挥超神，在普遍的情况下拍摄植物，黑鲨2则有一些用力过猛，饱和度过高，原本紫色的花朵拍出了玫红色的感觉。在解析力方面，虽然黑鲨2是4800万像素，但是由于是4合1的，还是1200万，所以仅能凭借非常明显的优化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不过在画面纯净度上还是要弱于Halo。到了夜景环节，黑鲨2表现和白天基本一致，曝光不足，自然暗处的细节要丢失严重。在大光比的环境中，黑鲨2的表现甚至还不如Halo出色，高光没有压住，暗处细节也没有保留。其实黑鲨2的默认效果猛地一看和小米9非常接近，但是小米9不是有夜景模式嘛，所以加入夜景模式对于提升黑鲨2的夜景表现，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
总体来看，游戏手机嘛，黑鲨2的相机咱们要求自然不能过多，不过目前还是不敌自家的 Halo， 和同价位的手机相比也有着较大差距，基本是上一代同价位手机的发挥水准。作为游戏片刻生，这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是不敌自己的 1.5 代产品表现确实有些差。不过毕竟黑鲨2的相机还处在调教优化阶段，黑鲨2的后续升级之中可以对相机有着更好的调教当然目前扫二维码是肯定没问题的啊。OK， 下面就是本期视频的最重要环节——屏幕了。在游戏体验之中，屏幕自然不可或缺，出色的视觉体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6.39英寸三星的 AMOLED 屏，手动最大亮度374尼特，峰值亮度500尼特，支持108%的 P3 广色域，符合三星屏的一贯水准。不过在色准方面，黑鲨2可以说是一贯优良传统。sRGB 模式下，也就是自然模式下，平均 Delta E 3.8，稍弱于米9，但是 P3 广色域，也就是标准模式下，平均 Delta E 只有2.1，这个表现可以说非常出色了，毕竟色域越广，色准也就越难把控。这么出色的表现，除了黑鲨本身不错的调教之外，也离不开黑鲨2搭载了一颗独立图像处理芯片，来自 Pixelworks 的 Iris 5，黑鲨2的 HDR 游戏视效、智能动态补偿技术、视频的动态补帧等一系列技术，其实也都是源自于这块 Iris 5，显卡的香气。比如视频的动态补帧技术，就是源自 Iris 5的 True Clarity。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大家实际感受一下。不过国内支持6帧的，貌似除了 B 站之外，好像没有别的了，而且你还得开个大会员。那既然提到了 B 站，就请各位看官老爷们3连一下本视频。终于到了本视频的最重头戏啊 ！DC 调光。在我们看来，黑鲨2这次的第一大卖点就是 OLED 的 DC 调光了。作为一个引发了国内行业地震的功能 ，DC 调光的 OLED 究竟表现如何？有请我们的百万后期。在黑鲨引爆的全民上 DC 干翻漫威的趋势之下，其实背后并非只是 PMW 改 DC 这么简单，而是涉猎了不同领域的很多问题。所以这一期我们耗时很久，深入挖掘了这一领域方面的各个问题，我们依次给大家排开，逐个给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自然是 DC 调光和漫威调光啊，不是这个 PWM 调光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先说 DC 调光，就是通过提高或降低电路功率来改变屏幕的亮度，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所以改变电压或电流都能改变屏幕的亮度。举个例子 ，DC 调光就像汽车的油门，你给油它就亮，你油少它就暗，简单明了。而 PWM 调光并不是靠改变功率，而是靠屏幕的亮灭交替实现亮度调节。当交替够快时，肉眼分辨不过来，就会认为手机一直在亮。但是 PWM 并非简单的调节频率就可以改变亮度了，而是需要调节单位时间内屏幕的点亮时间，也就是占空比。理解有点难是吧？我们可以根据这张图例简单的看一下，峰值就是屏幕点亮的时间，一个周期之内屏幕点亮的时间越多，屏幕就越亮，反之屏幕就越暗。那么本环节一句话总结就是 DC 不闪 ，PWM 闪。OK， 下一个问题又抛出来了 ，OLED 屏幕为什么要采取 PWM 调光而非 DC 调光呢？为了理解 OLED 不使用 DC 的原因，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LCD 和 OLED 发光的区别。当然，这个很多小伙伴可能已经知道了啊，也很好理解。LCD 是通过背光层的 LED 发光，从而显示画面的，也就是液晶本身是不发光的。而 OLED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像素点都是独立发光的。那么举个例子 ，LCD 屏幕的发光靠的就是屏幕下面的几个灯泡，而 OLED 是一大群很小的灯泡在发光。那么根据 DC 调光的原理，也就是调节电路的功率来改变亮度 ，LCD 屏幕只需要统一调节发光的灯泡即可，简单粗暴。但是 OLED 由于每一个像素点就是一个小灯泡，所以一块1920×1080的屏幕就需要独立调节1092×1080个小灯泡的电路功率，这对电路的设计就非常严格啊。当然 ，OLED 使用 DC 的难度还不止这一点。首先 ，LED 的光亮度和电压不是线性关系；其次 ，RGB 3种颜色的子像素亮度和电压的曲线不一致；最后，就算是相同颜色的子像素的亮度和电压也不完全一致，在低亮度的时候尤其明显，并且随着子像素寿命的衰减，电压曲线也会发生变化。说人话就是 LED 亮度高的时候 ，DC 模式好调节，没问题；但是亮度低的时候 ，DC 调节的精度就越来越高，很难实现统一，显示效果自然就会变差，色偏、饱和度不准、亮度不均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比如我们测试的几款手机中，在低亮度类 DC 调光的模式下，画面都有着明显的抹布问题；而在早期的 LED 屏幕中，由于工艺和材料性质都比现在的 LED 更差，自然显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好了，说了这么多 ，OLED 的 DC 调光难度可想而知。在有限的调节空间内，想要达到如此精细的调节，这绝对是无法承受之重啊！拯救 OLED 于危难之中的那个男人就是 PWM 调光。到了这里就需要提到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这个很好理解，就比如看视频的时候，并不是持续的显示，而是每秒显示了30帧以上的画面内容，这个帧率超过了人眼的视觉停留时间，所以看起来就是连贯的。PWM 调光也正是利用了这个原理。聊了这么多，回到刚才的问题 ，OLED 为什么要采用 PWM 调光而非 DC 调光呢？一句话总结，使用 PWM 调光是为了
了解决 OLED 在低亮度下显示性能太差的一个方案。那么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拯救 ULED 水火之中的 PWM 调光现在又被诟病了？这就要说到 PWM 调光的危害，也就是 PWM 调光的频率240赫兹属于低频范畴。对频闪伤害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但是截止目前，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机的屏幕或者说这个行业有什么标准或者说安全的限定。而现在各个地方说到的 PWM 伤眼的证据，其实都来自 IEEE。这个好难读啊 ！IEEE， 也就是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发布的 IEEE STD 1789至2015标准，其中对于频闪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在国标世界作业台灯认证技术规范之中，也直接引用了相关的标准。当然，并不只有这一种标准存在，例如国际照明协会 CIE 的 T006-2016，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的标准都引入了其他复杂变量，这也是更加明确和规范的标准之一。但是以上这些都是关于照明的，并非手机屏幕，两者相差有点大，这里我们就不做深入解读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照明标准这几个字，获得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寻找到的相关标准文档。而这个伤眼的证据就是来自 IEEE 标准之中对于频率安全的一张图表，你并不需要看懂这张图表，只需要知道按照 IEEE 的标准，低健康风险的频闪范围应该在1250赫兹以上，一点危害没有的频闪应该在3125赫兹以上。反正 PWM 调光的240赫兹怎么解读它都是不健康的。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这是关于照明灯的标准，并不能等同于显示屏的标准。首先，这个标准沿用旧的 MD 标准，没有考虑其他复杂因素。其次，其他指标过于严格，所以 IEEE 在2017修订了文件。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目前为止网上引用的 IEEE 标准是一份过时的，并不符合手机屏幕的，用来给照明灯写的安全标准。也就是说，在国际标准方面，我们目前还并没有直接可以证明 PWM 调光真正伤眼的证据，无论是在行业还是在医疗领域，都没有盖棺定论的证据。不过 OLED 在低亮度下观看使用，眼睛不适，容易引起疲劳，是很多小伙伴的实际感受。我们再换个角度考虑，既然灯具有了相关的护眼标准，那么说明屏幕也必然存在一个还没被发现或者说写成标准的一个安全范围。我们希望这个标准能够尽快出台。想要在这份标准出台之前提前避免 PWM 调光的危害，就要推广 DC 调光，那就很有必要了，是不是？还是一句话总结，虽然我目前还不能用权威的国际标准或者说国标文件来证明 PWM 调光有害，但是低亮伤眼这还是一个共识，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其实现在很多手机的 LED 都是混合调光，在一定的亮度之上是类 DC 调光，而低于一定的亮度才是 PWM 调光，这也算是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其实黑鲨的 Halo 就已经加入了类 DC 调光，而黑鲨2才是真正推广了这一亮点，并且加入了独立的开关。第四个问题，黑鲨2又是如何实现全局的类 DC 调光呢，并且避免了低亮频闪的问题呢？为此我们尝试和黑鲨的工程师进行沟通，但是他们表示目前还在技术保密阶段，并不能告知相关的内容，所以我们尝试进行一些小实验，试图来解读这个原理。首先我们找到了一个闪烁保护的 APP 通过增加屏幕遮罩的方式，也就是给整个屏幕增加一个灰色层，通过调节灰色遮罩层的透明度，从而改变亮度。但是在系统层面其实还是维持在高亮度的调光模式下，这样就解决了低亮度下的 PWM 调光问题，非常巧妙的一个方案。通过相机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开启和关闭之后，屏幕原本的闪烁格栅消失了，也就是说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而这个解决方案的缺点依然还是 DC 模式下的 OLED 有抹不平的问题。可以看到相同的亮度下开启之后的小米9 SE 有明显的色偏和亮度不均。其实黑鲨2上开启和关闭之后的低亮度下，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说明黑鲨2的类 DC 原理和闪烁保护的方式比较类似。那么还是一句话总结，就是黑鲨2确实是全局的类 DC 调光，而实现的方法和闪烁保护的原理比较类似。同样，其他手机厂商跟进中，技术原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也就是之前一些发布的手机，比如说小米9，它可以通过软件来解决的原因。但是在较低亮度的图片显示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黑鲨2的显示效果明显要好于小米9 SE。小米9 SE 在 PWM 和类 DC 下，屏幕的发色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五个问题，黑鲨2这么屌是吧？可以实现全局的 DC 调光，在低亮度下它是如何确保色准，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到了这里我们发了很久啊，说实话其实已经没有相关技术细节公开的资料，我们的挖掘目前也只能到此为止。但是根据我们从上而下的推断，最终达到低亮度还能确保色准的核心技术，也就是上面我们着重提到那颗独立的显示芯片 Iris-5 它的另外一个技术功能 True Color 来实现的。当然这个仅仅是小白测评的一些推断，我们也期待后续黑鲨能公开一些技术原理，满足一些极客的好奇心。
最后一个问题，黑鲨2掀起 DC 调光之后，全民 LED 都要上 DC， 甚至不上 DC 干漫威，感觉就有点政治错误的意思啊！这个是过度营销吗？作为日常的使用工具之一，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可能的伤害，全方位的保护使用者的安全，这应该是厂商最优先级的技术驱动之一。无论大到电池爆炸，还是小到 PWM 的调光，安全不分轻重，谈不上什么过度营销。起码做了全局 DC 的厂商，你管它是真的为用户着想，还是跟着潮流刷一波存在感，起码它对使用者都是好的。但是肯定有小伙伴问 ，DC 调光可以作为像相机续航处理器一样的优先级，作为选机的标准吗？我们目前觉得还没有到达那个级别。相对于显示效果，就目前来说，对于大多数用户 ，DC 调光在目前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如果真的有质的伤害，那相信手机行业早就已经改变了。好了，本期小黑板环节到此结束。咱们简单总结两句 ，OLED 上的 DC 调光方面依然有着技术层面的难度，目前也很难在低亮度下达到 PWM 调光显示的水准。但是开启了 DC 纪元之后，我们相信会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最终被研发出来。比如黑鲨2大载的独显，或许是目前为止解决 DC 模式下 OLED 显示问题的最好办法了。而黑鲨在这个方面确实要领先了一步。作为一个讲究极客的黑鲨，或许这是一个必然结果。其实这也是极客们最想看到的。当然，不排除后续的一些厂商也搭载 RS5 这块显示芯片，也可以实现全局 DC 调光，也能实现动态补帧等一系列功能。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说黑鲨的相关技术并非自研，而是来自别人的一颗芯片，反而我们其实更想感谢黑鲨在这个方面迈出的第一步。黑鲨确实凭借自己的改变，推动了整个行业的进步。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还有两个小点，双扬声器和线性马达。黑鲨2说它的双扬声器已经是第2代了，这对独立双扬声器在音量的对称上还是不够出色，肯定还是一个大一个小嘛。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左右音量的技术层面的难度，目前也很难在低亮度下达到 PWM 调光显示的水准。但是开启了 DC 纪元之后，我们相信会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最终被研发出来。比如黑鲨2大载的独显，或许是目前为止解决 DC 模式下 OLED 显示问题的最好办法了。而黑鲨在这个方面确实要领先了一步。作为一个讲究极客的黑鲨，或许这是一个必然结果。其实这也是极客们最想看到的。当然，不排除后续的一些厂商也搭载 RS5 这块显示芯片，也可以实现全局 DC 调光，也能实现动态补帧等一系列功能。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说黑鲨的相关技术并非自研，而是来自别人的一颗芯片，反而我们其实更想感谢黑鲨在这个方面迈出的第一步。黑鲨确实凭借自己的改变，推动了整个行业的进步。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还有两个小点，双扬声器和线性马达。黑鲨2说它的双扬声器已经是第2代了，这对独立双扬声器在音量的对称上还是不够出色，肯定还是一个大一个小嘛。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左右音量的差距。不过相比于 Halo 还是有着一定的进步的，大家佩戴耳机实际感受一下。黑鲨2上搭载的横向震动马达真的还是非常舒服的啊！我们的体验结果是优于主流的所有普通的线性马达，但是和魅族16和苹果相比还稍有差距。大概划分一下，黑鲨2就在中间，魅族16和苹果要好于它，而其他的手机都要差于黑鲨2。最后一个环节来说一下设计，把设计放到最后是因为之前那么多爆点之下，外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不过在技术的传承上，黑鲨2颇有 Halo 和第1代结合的感觉，更加简化的设计语言和机身线条让黑鲨2看起来更加精致了一些。当然这里要多说一句，纠正大家一个错误观点，黑鲨2的这个造型并非姨妈巾啊，因为姨妈巾会有2个翅膀，而黑鲨一直没有2个翅膀，所以这其实是护垫造型。感谢不让透露姓名的来自小白测评的狗蛋的指正，他真的是什么都懂。视觉上精致感提升后，黑鲨2在背部的材
材质上也有一些改变，是玻璃和金属相结合。首先，玻璃并非平面，而是配合金属多出来的一个斜面。黑鲨就不得不提到小米，除了是小米投资之外，或许黑鲨更像是曾经的小米。我们体验完黑鲨2之后，真有这种感觉，就像小米之初的口号为发烧而生。而那个时候的小米在配置和性能上可以说吊打其他国产手机，但是随着国产手机市场的崛起和不同品牌的压力，小米已经很难在配置上和其他旗舰拉开什么差距，毕竟大家都不是那么昂贵了。所以现在的小米已经越来越不发烧了。不知道你发现没有，为发烧而生基本不会出现在小米任何平台、任何渠道、任何地方。其实也可以理解，小米做大了，面对的消费人群也变了，不再是那群要求极致的极客们了，而是面向广大的普通用户。小米确实不再让发烧而生，而是变成了让每个人享受科技的乐趣。回头我们再看看黑鲨，完全针对游戏的设计，强化的游戏体验，当然也有着极致的配置以及高辨识度和极客风格的外观。黑鲨的创始人吴世敏技术出身，而小米的创始人雷军技术出身。小米投资了一个当初的自己，然后让他继续实现自己的梦想。看完测评，肯定有不少小伙伴发出黑鲨2也实在太偏科了这种论调，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就是应该偏科，它就是一台游戏手机，它就是为游戏而生的，做了这么多都是为了游戏而改变、而努力、而探索。我觉得这才是有发烧的性格。但是相机方面呢，不得不承认是一个短板。如果你在日常使用中有一定的拍照需求，那么这台机器就需要你权衡一下，你是拍照多还是游戏多了。其实这台黑鲨2呢，在完成度上相较于前代的Halo和1代呢，都高了很多。整个的机器为游戏的优化，无论是在技术上的探索，还是在软件上的尝试，都是有眼可见的。但是也要提出一些小建议啊，就比如说，既然这么游戏这么发烧是吧？能不能下次购买的时候把那个双侧的手柄直接附送，哪怕让我加点钱我也乐意。OK， 这期的黑鲨2全面测评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除了这台机器呢，我们也详解了一下 DC 调光和 PWM 调光。如果在这方面有需要，记得安利一下我们的视频。没关注的小伙伴记得关注一下。除了视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我们小白物品商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大家赶紧扫码关注一下，我们的数据库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与我们微博互动小白测评，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